准备战斗，准备战斗。都给我听好了，鬼子没踩地雷之前，谁也不许开枪。好。 混蛋！谁他妈开的火？给我打！别打！给我打！ 少员，快点，快点，快！排长，你他妈冲什么风啊？谁让你开的枪？枪是张主任开的，出命令也是他下的。俺想劝来他，可是来不及了。 8人牺牲，13人重伤，轻伤的有10几个，伤亡大多是在冲锋的路上和拼刺造成的。怎么样？这场战役打得还算漂亮吧？啊？ 哎，怎么了这是？撤！周团长，
今天上午，你下令开的火，是我下令的，冲锋号也是我下令吹的。鬼子原来也怕死，冲锋号一响，马上就乱了阵脚。咱不是约好了吗？不是等鬼子出了雷之后，一定2连一起开火吗？我是看当时鬼子没有防备，正是开火的好时机呀。好，你说这是开火的好时机，那我问你，2连有机枪，有掷弹筒，火力压制为什么全部不用？我们的交战距离只用子弹就可以把敌人消灭掉，干嘛要拼刺刀啊？我是为了节省子弹。再说刺刀见红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啊，是好传统就应该保持下来嘛。节省子弹，老子的战士不如几颗子弹值钱吗？是这样，打仗呢，难免有伤亡。再说这次战斗，鬼子死了70多余人，我军只有8人阵亡，30几人受伤，已经算一次胜利的战斗了。打仗是得有伤亡，但伤亡不能是因为指挥官的愚蠢造成的。周卫国同志，请你注意你谈话态度。你跟我聊什么态度啊？老子的兵哪个不是爹妈养大的，送到我这打仗来的？你一句话，消灭70余人，伤亡8人，8条命不是命啊！我周卫国什么时候带2个连，打1个小队，还他妈有伤亡了？您，张仁杰，我告诉你，我让你上战场，我是尊敬你。你要是不会打仗，老老实实给我在这儿待着。报告，团长，明明在山外抓了一个鬼鬼祟祟的人，这个人身上带着一封信，他说是送给您的。刘营长寄过来的？不是，这个人是从奇峰口入的山，他说他来自莱阳县，是专门替一个老朋友给您送信的。我在莱阳县城没有朋友啊。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信呢？啊。帮我打开。周兄为国军舰，弟与兄自当年柏林一别，匆匆数载，竟无缘再见。世间不如意事，莫过于此。兄之音容笑貌，弟时时思之，不胜喟叹。今闻兄在虎头山八路军中官居要职，弟喜之不胜。2月初时，清源县城外20里半山亭，弟主查静候兄之大驾。想兄智勇过人，当不至于坑猎一箭。别来思慕之情，非此短见，可表于万一。弟主下郡再拜顿首。送信的人呢？在李陇村。告诉政委，我晚上回来。是。我是周卫国，你就是送信给我的人吧？我是田木一夫，奉刘主之命给周卫国长官送信。不想竟遭贵军扣押。中国素为礼仪之邦，贵军如此做法，殊无待客之道啊！坐。竹下郡都当刘主了，那我应该恭喜他呀。我替刘主谢过周长官。中国有句古话，两国交兵不斩来使。你既然只是个送信的，我也不会为难你。我问你几个问题，如实的回答我，你就可以走了。周长官，真有这么大权力？难怪竹下郡会派你来呀，这才几句话，就开始试探我了。哼，周长官真是快人快语啊！难怪刘主一提到你就翘大拇指啊！你这么拍我的马屁，我是应该高兴呢，还是不高兴呢？周长官错怪我了。田木所说句句属实。刘主曾为当年在柏林跟周长官的交往引为平生第一幸事，而对周长官当年
划地断交之举却引为平生第一憾事。这几年来，刘主每每在我们这些属下面前提到您时，不禁喟然长叹呢。我从未见过刘主对其他任何人有对周长官这么高的评价。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老被你们刘主这么想着，我心里可不太舒服。周卫国长官，你可以侮辱我，但不可以侮辱我们刘主。那你现在打算干什么呀？站起来就是要跟我拔剑相向了啊？周长官是我们刘主的故友，田木不敢造次。好，好汉不吃眼前亏。虽然我压根儿就不觉得你能算是个好汉，想必你应该听竹下说起过我的刀法。周长官难道不承认您的刀法是来自于我们的北辰一刀流？我当然承认我的刀法是跟竹下学的了。我周卫国做人岂会跟日本人一样小气？明明是从我们中国传过去的剑法，偏偏要说成是自己创造的剑道，不要脸！周长官不仅刀法，词锋之力也为田木平生仅见。那还不是怪你自己说话不老实？你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竹下郡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儿？你说了不就完了吗？刘主思念故友，想要和周长官见面叙旧，这个理由难道不充分吗？好，回去转告你们刘主，我虽然不是特别想他，但是跟他见上一面，倒也无妨。刘主要是知道这个消息，一定非常高兴。但你要让他小心。为什么？你不是说了吗？他见到我非常高兴，那万一高兴过了头，乐极生悲，出了什么差错，哎，你最好还是让他小心点儿。赵杰，在。蒙上他的眼睛，捆上手脚，用独轮车送他出岐风口。是。届いた情報によると、前は古道山八郎軍の範囲だ。今回の役目は超選択だ。古道山にいる八郎軍の実力について情報を集めてくれるのだ。全員気をつけ、警戒態勢3回して進軍せよ。もし敵に衝突したら10回して使わないで忘れるのだ。はいはい、全員聞け。OK。谁？口令！やばい、戦闘状態。台长猜的真准啊！刚把咱们哥几个调过来，就赶上了鬼子的夜袭。来，这伙小鬼子
来的还挺是时候。大力啊，不对劲儿，你听鬼子枪声。怪，听枪声，好像没几个鬼子。这火力还真挺猛。对啊，还有你仔细听，除了鬼子用的机枪之外，还有一种枪声我从来没听见过。对呀，这伙鬼子看来不是一般的鬼子。孙连长，你怎么来了？你们4连什么情况？娘的，这伙鬼子人不多，估摸着有10多个人，火力却十分凶猛。鬼子藏在村东口的小树林里，我组织4连冲了2次，都被压下去了。我们连已经阵亡6个，10几个人重伤，而且村口的5、6个暗哨估计也都……奶奶！孙连长，你把你们连的战士赶紧撤下来，别跟鬼子硬拼。你把村上给我守严了，别把鬼子放下来。剩下的交给俺们，俺们特战小队去会会这伙鬼子。俺倒要看看这伙鬼子是什么来路。好，你们可得留神，这伙鬼子火力刁钻，凶得邪乎。俺们知道了，你赶紧派人去杨村报告团长，就说俺们跟鬼子干上了。好。水少，咱们去会会这伙邪性的鬼子。被村长说的，好像整了3头6臂似的。好，大力，你带5人从左边包抄，我带5人从右边包抄，注意配合。好，弟兄们，上！大力，注意安全。你也是。切だと。你哪儿的呢？现在，早く！奶奶的，跑了，追！追！ 进来。团长，2营4连派人来报，一小股不明身份的鬼子在石门村进行夜袭，大连跟水生已经跟他们干上了，目前战况不详。不明身份的鬼子？是，鬼子人数不多，但是装备却十分精良。朱家军，你终于来了。赵杰。 集合特战队，跟我去石门村。走。
排除係敵に囲まれました。よく聞け。ZB-26 とモーゼンだ。我々と対決する相手は強い。もちろんあります。ダメだ。今劣勢に立たされている。これ以上死傷者を出せない。今回は仮想攻撃しかないから全員伝令撤退だ。はい。由于鬼子来的突然，4连的弟兄吃了点小亏，6人阵亡，10人重伤，20多人轻伤。俺们特战分队仅2名队员轻伤，歼敌4人。索尔谋进了这伙鬼子很邪乎，比普通的鬼子能打，我厉害吗？哎，你看这身装备，还有这使的这个枪，俺们以前从来都没见过。德国货。这伙鬼子什么来路？还装备德国货？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就是鬼子的特战队，这伙人的头就是我在德国的同学竹下俊。竹下俊，跟他们比起来，咱们的装备差的不是一点儿。报告团长，刚刚得到消息，昨天晚上清源警备旅1团2营驻守的清源山阵地被一伙鬼子偷袭，损失惨重，清源山阵地失守。清源山失守了？是。目前刘志辉营长正在组织国军部队进行反击，准备夺回失守的清源山阵地。徒弟，啊，准备一下，咱们去清源山。是，指挥队，是。小辉，我还是来晚了。昨夜清源山阵地失守，清源警备旅防线全线震动。虽然你送来的消息很及时，但是负责防务的1团2营。却自视地形险要，完全没有把这个消息放在眼里，最后让敌人从后山偷袭得手。渎职的2营长已经被军法处枪决。清源警备旅防御态势一下子就陷入到非常不利的局面。如果我没想错的话，竹下郡有一支专门用于山地作战的特种部队。特种部队？清源山的地形险要你也说了，后山那更是险中之险。竹下郡能在夜里面从后山发动突袭，没有山地部队他做不到。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恐縮です。さあ、共に竹下の初戦勝利のために乾杯。はい。旅団長殿のおかげで2つの歩兵中隊を制限山の正面から攻撃させ、今回の勝利が得られました。竹下君、君またまたご謙遜を。本部が君をこちら側に参戦させ、君が夜を利用し裏山から制限山を突撃しようと提案したとき、なんと大胆な作戦だろうと私は思ってた。でもまさか君が成功したとは。さあ、大日本帝国皇軍が竹下君のような優れた人材を持つことに乾杯。乾杯。恐れ入ります。君が率いるこの特殊突撃隊は必ず後藤さんの八郎を潰せると信じる。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絶対失望はさせませんから。旅団長殿、今回思いもよらなかったことは後藤さんに偵察作戦をし7人の隊員を失ったことです。竹下君、自分のせいだと思うがそうでもないんだ。生き残った5人の話では相手も戦闘力や火力とも驚くべき
少人数部隊を持ってると君なら必ず周英国の部隊を殲滅できると信じる。さあ、大日本帝国のために乾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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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听明白了吗？我最后再强调一遍：第一，从现在开始，全团进入1级战备，所有部队进入阵地，枪不离手，睡不更衣，加强警戒，做好战斗准备。是。第二，鬼子经过昨晚的侦查之后，很有可能从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摸上来。你们回去之后研究一下地图，把所有能进出虎头山的关隘、哨卡，还有人迹罕至的山沟、悬崖，都派人给我看好了。是。大家分头准备吧。散会。赵杰，到。通知大力、柱子、水生，10分钟之后到我房间。是。水生，柱子，你们2个今天后半夜就出发，提前到半山亭侦查一下情况。如果发现日军的狙击手，就地把他们干掉，然后找一个隐蔽的地方藏起来。明天监视朱家军。是。记着，没有我的手势，不许开枪打他。明白。大力，明天你跟着我，知道咱们要去见谁吗？是不是？昨天鬼子那支特战部队的指挥官？太好了！你先别美，吩咐你2件事儿。第一件，你的驳壳枪别带了，带把步枪过去。为啥？这万一近距离和鬼子打起来，吃亏咋办？第二件，你的弹盒别带那么多，带1个就够了。为啥，排长？我教你了，面对自己敌人的时候，要虚虚实实，不能让他清楚你的底细。是，不能让他们摸到俺的底细。你慢慢琢磨，别想得太晚了，明天还早起啊！我先走了。领导啊，陈毅过来干什么呀？你忘了，1级战备命令已经下达到建党队，他能不知道？赶紧过去吧。行。陈毅，别跟我说没事儿，这种场面我也经历了好几次了。我这不是也没跟你说没事吗？你瞎操心什么呀？你回来的时候先到赵庄吧。
我在那儿等着你。行，杨大力，到，走。是。目标：半山亭中左侧和服男子，距离323，风速5，由西向东。团长和大力来了，知道了。注意看团长手势。明白。在西部列达的 A 口谷。你我都是军人，少了条胳膊，有什么大惊小怪的？しかし、先生のため、君の大切な腕を失われる以来とお前はなかった。すまない。真是对不住我，这么多年没说日语，忘了。魏国说笑了，当年在柏林，魏国的日语可是无比的流利，以至于日本的侨民都以为你是我大日本帝国的子民呢。还是你诸下的中文说得好。又说笑了。魏国请。这位是我的部下，宫本茂先生。见过周卫国君，在下宫本茂，请多多关照。会的。魏国，不介绍一下你身边的这位朋友吗？告诉他们，叫什么名字？俺叫杨大力。杨大力，好名字，人如其名。大力，人家夸你力气大呢。这小日本真有意思啊！俺还没把他撕成两半呢，他怎么知道俺力气大？魏国，请坐。没想到我们又见面了。该见的总要见的。今日相见，只需朋友之情，不论敌我。你忘了，
你我之间的朋友关系，早在1937年的柏林就已经结束了。在战场外，我永远都会把你当朋友。只要你拿着武器踏上中国的土地，你就是我的敌人。看来你还是没记住我对你说的话。茶经有云：其水，涌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这是青源山的水，自然是上品。贝果，请用茶。朱夏，你杀人太多，茶道已经不适合你了。不管你用什么样的泉水，都遮不住茶里的血腥味儿。你我都是军人，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有时候我也是无可奈何。不错，你我都是军人，区别在于，你是侵略者，我是保卫者。周先生，我们从日本进入中国，就是为了把你们从这样腐败无能的统治者手中解放出来，是为了给你们带来民主和文明，是为了不让你们沦为欧美等国家的殖民地。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是东方国家，有着相似的文化背景。为什么我们不能联合起来，创造大东亚的共荣呢？殖民统治不叫民主，嗜杀成性不叫文明，侵略就是侵略，少给自己脸上贴金。你不配。看看你们腐败无能的政府，难道这样的政府也值得你为他效力吗？我效忠的是这个国家，以及在这个国家居住的人。我不像你走狗。贝果，一别5年了，不知道你的剑道修为如何？不知今天有没有兴致，我们切磋切磋？如果我说我没兴趣跟你切磋呢？怕了？我是怕我忍不住把你斩了。原来是客，你先挑。主下，你现在站立的每一寸土地都是中国的，我们才是这里的主人。更何况，你我现在根本没有什么主客关系可言。贝果，但愿你的剑道修为能够比得上你的刺锋。真是的，跟小鬼子比刀干什么？给俺们发一信号，一枪过去不就行了吗？主子，团长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咱们盯紧就是了。
目标已锁定，射击已准备就绪。先等等，我再找找鬼子第2狙击手。没有发现鬼子第2狙击手。水生哥，你就让俺开枪吧，俺怕再不开枪，鬼子会向团长开枪。这样，待会儿我喊开枪后，你马上开枪，开完枪立刻隐蔽，千万不要抬头。明白。柱子，开枪！哎！柱子，继续盯着。倒背，这不是我教你的。谢谢你给我泡茶喝。飞国，我记得你曾经说过，改日在战场上相遇，你绝对不会手下留情。现在刀就架在我的脖子上，只要你轻轻划过我的经动脉，你就可以履行你的承诺。我们中华是礼仪之邦，你我虽无师出名分，但我的剑术的确是出自于你，我不会用它杀了你。排长，跟这种人讲什么道理？换了是俺，趁早一刀宰了干净。平生一知己，生死两相争啊！宫本，让你费心了。刘主言重了。你安排了几名狙击手？4名。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我又损失了4名狙击手。对不起，刘主，全怪卑职瞒着您安排了这一切。我理解你的做法，但是我希望你能明白，我们的目标不仅仅是周卫国，而是整个虎头山的8路军。卑职明白。你对周卫国怎么看？周卫国这个人，实非泛泛之辈啊。宫本，你是情报官出身，不妨说说你对周卫国的看法。首先，周卫国这个人很懂得示弱。就拿他的日语来说吧，他说的忘记了，但是宫本绝对不会相信，他会忘记一项和皇军作战有实际用途的技能。我也不相信，就像我也忘不了中文，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求你们都说中文的原因。您注意到了吗？和他一起来的那个士兵佩戴了1个弹盒，1个弹盒最多只能装30发子弹，这说明虎头山的8路军弹药不足。另外，这个士兵的弹盒佩戴在他的右前方，这也说明了他们还不知道如何正确的使用弹盒。看来他的士兵训练也有问题。刚刚那个士兵叫周卫国排长，难道周卫国还只是个排长吗？不过这倒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因为
周卫国以前在国民党的部队里当军官，后来投靠了共产党。他还有一个被共产党接收的过程。从以前的战例来看，他所经历的都是小规模的战斗。由此，我可以判断，虎头山的八路军，特别是周卫国的突击队，只是小股部队而已。这次见面，看似我们获得了很多周卫国的信息，可是你仔细一推敲，你会发现这些信息并无助于我们的判断。卫国呀，卫国，我还是低估你了。团长究竟是怎么想的？怎么就这么放过这2个小鬼子？兔子，你想想这是谁的地盘啊？如果现在我们开枪毙了这2个鬼子，团长他们能安全离开吗？是俺不对，俺没你想的多。好了，团长的安全就在我们2人身上。只要团长还没进入刘营长防区，我们就盯紧这2个鬼子。明白。对于突击部队的使用，我还是不如周卫国。虽然我们的突击队在装备和火力上占有优势，队员又都不是新兵，可是我们缺乏小股突击部队作战的经验。相反，周卫国的突击队在组建开始就一直和皇军处于交战状态，作战经验丰富。在这一点上，我确实忽略了。宫本情报支持不力，今日又越级指挥，还请指挥官阁下责罚。这不怪你，我本应该更了解周卫国，毕竟我们俩同学2年。但是你已经有5年没有见过他了，你要知道，5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的。是啊，5年，5年的时间足够长，长的足以改变一个人的性格和处事方式。但是有一点，周卫国没变，还请刘主明示。凡事谋定而后动。卑职也有同感。据卑职分析，周卫国这个人是惯于后发制人的，但是每每却会后发先至，就像他的狙击手。对面的朋友，多谢手下留情。手下留情，兄弟们。宫本，有板6.5毫米步枪弹足可以穿透你的身体，再打中我。但是还是很感谢你对我的护卫之情。卑职惶恐，刘主身份高贵，只怪卑职招募不周，才让刘主陷此危险境地。这不怪你，要怪就怪周卫国的狙击手太出色了。还请刘主责罚。宫本，请坐，坐下吧。你我现在其实都已经是周卫国的人质了，但是在周卫国离开我们的控制范围之前，我相信我们还是安全的。兔子，我估计再过半个钟头，团长他们就能进刘营长防区了。到那时候，我按开枪。明白。宫本，你相信我吗？刘主，卑职从来没有怀疑过你。那好，请你仔细听我说的每一句话，记住，身体不要乱动。从刚才我跟周卫国比刀的声音判断，周卫国的狙击手应该有2名。从刚才陶罐的弹着点来看，这2名狙击手应该在我12点钟方向。
在我的身后各有一根柱子，柱子大概宽40厘米。如果一个成年男子能够侧身躲在柱子后边的话，就算身体暴露出来的位置，连最优秀的狙击手都击不中。在我数到3的时候，我俩分头行动，目标身后柱子。卑职明白。根据我跟禁卫旅团长的约定，再过1个小时，如果得不到我的信息，将会有2个突击分队和至少3个中队的皇军赶到这里。这次和周卫国相见，我并不想对付他，也不希望清源的中国军队趁虚而入。和最好的朋友做敌人，总得当面有个交代。宫本，咱们俩可得在柱子后边待上1个小时。再过1个小时，就该轮到周卫国的狙击手被猎杀了。柱子，别乱动！狗日的！就算他们躲在石柱后边，只要咱们俩还在，那就下不了山。明白。柱子，估计团长已经进刘营长防区了，咱们也该撤了。水生哥，就这么放过这2个小鬼子，太便宜他们了。这2个鬼子头现在躲在柱子后面，我们拿他们也没办法，算他们运气好。团长现在安全了，咱们也该撤了。这离天黑还有一段时间，等鬼子大部队来了，咱俩就走不了了。柱子，撤！狗日的，俺也不能便宜了你。